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再造新的国际平台，试图与川普一决高下。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北京正考虑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免除125%的关税。这是什么情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好，我是杨正。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日前在记者会上宣布，首次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于4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举办，以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参会。张小刚声称，要通过多边研讨对话，提升论坛国际参与实效，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智慧。期间还安排双多边会见及文化科技参访活动。北京香山论坛通常在每年9、10月份举行。台湾媒体认为，本次香山论坛提前举办说明会，或与近期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紧张有关。中美关系现在是高度紧张，而川普政府对中共可以说是掐住了咽喉。中共选择这个时间点召开香山会议，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他不怕，他不在乎，他可以顶得住。再有就是趁这个机会拉一些他认为靠得住的力量来作为他的支撑。但是他现在是在危机重重的环境当中，他是借全球安全之名在转移焦点。因为不管在台海、南海、俄乌战争、以哈冲突，所有的这些事件当中，中共在里边都是非常负面的角色，所以他现在大声的去喊要倡导什么安全倡议的领导权，就是在跟美国再一次的抢夺话语权。香山论坛的先导会提前那么多，跟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是紧密相关的。习近平在开完会议之后呢，马上就外访东南亚3国，这是很大阵仗的拉拢动作，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当前的中国整个外贸被拦腰砍断，中共当然希望挽救局面了，所以香山论坛这根稻草马上就被抓住了。虽然国家安全跟经济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是现在呢，中共是病急乱投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目前中美关税大战正如火如荼，川普总统23日在白宫表示，对中国的新关税税率可能在未来2到3周决定，但调整时机取决于北京。他被问到是否担心对中关税会冲击美国企业时，回答不会。他也说，美中每天都有直接接触，官员过去几个月已经进行工作层级的互动，但始终未协商贸易。川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希望跟习近平跟中共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美国自己会去找一个协议，迫使中共来签署。不签署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彻底脱钩。川普收放自如，从经济上削弱中共，让美国伟大，这就是他的目的。现在关键当中，中共一定失败，只不过就是说他还能够谈成什么情况，是不是还继续保持一点给美国的贸易，继续能赚些钱。虽然不能赚那么多钱。路透社4月25日引述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北京正考虑暂缓对部分进口美国货征收125%的关税。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商务部已成立专案小组，正收集可能免税商品的清单，并邀请企业主动提出申请。多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方面考虑豁免征收125%关税的产品，包括医疗设备及乙烷等工业化学品。据悉，乙烷到药品等多数进口商品几乎没有简单替代来源，或者需要多年才能在美国以外地区建立产能。消息人士也提到，北京同时研究豁免租赁飞机的关税，因为中国的航空公司与不少外国航空公司一样，都是没有自家的飞机，而是向第三方公司付款租借。假如加征关税，对这些航空公司的财政负担将会雪上加霜。知情者称，
豁免名单仍在不断变化，讨论可能不会取得进展，但相关部门已要求受影响产业的企业提交需要豁免新关税的美国商品海关编码。目前至少一间中国航空公司已收到通知，向位于自由贸易区的飞机租赁公司支付的费用将不受新关税约束。美国商会驻中国会长米歇尔·哈特25日表示，中国政府近期开始询问我们的企业有哪些从美国进口在中国找不到替代品的商品，一旦中断进口，可能会让整个供应链停摆。他补充说，会员企业指出，他们最近一周的进口商品尚未被加征新关税。部分药厂称，进口药物到中国时没被征收关税，认为北京方面的豁免是针对药物，而不是整个业界。路媒财经25日援引消息来源指出，中国准备将8项与芯片产业相关的商品列入豁免名单，但记忆体芯片不包含在内。此外，一份涵盖131个产品类别的关税豁免清单已在社群媒体及商业与贸易团体间广泛流传，虽然尚未能验证其真实性。该清单商品范围涵盖疫苗、化学品到喷射引擎。根据华泰证券的分析，这份流传中的清单涉及去年约450亿美元的进口额。虽然目前北京最终的政策走向尚不明朗，但豁免清单的规模显示，北京有意部分恢复美中贸易交流，降低对本国经济的压力。中共财政部和海关总署暂未有回应。中共外交部表示不清楚有关计划，呼吁向相关部门查询。尽管北京对外仍强调将战到底的立场，实际上中国经济正陷入通膨低迷、需求疲软的困境。疫情后的消费支出与消费者信心尚未真正回温。北京当局虽鼓励受关税冲击的出口商转攻内销市场，但企业反映获利能力下降，内需疲软且客户不够稳定。部分贸易恢复可能会降低美国的压力，也间接减少白宫所承受的压力，但北京当局仍有意这么做，显然是急需缓和其经济压力。这里是希望世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